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宋说新语。刚刚看到一个新的视频啊，是知乎里的那个默默大神啊，在微信群里推荐的一个链接。那我点开看了一下，说实话，你还是要多懂几门语言更好。你像这个韩语，它就属于小语种啊，我是几乎一窍不通，完全靠机器翻译。而如果你知道的话呢，你就马上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。他这个标题啊叫什么呢？叫短线大神使用指标的男人，就这个YouTube 账号。那默默认为呢，你看他的名字就不太正经，是吧？炒股票的，大家知道这两天因为马普索在 APL 论文发了，估计对韩国的股市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那当然这个里边啊，你从时间上看起来呢，他确实是在炼丹啊，烧了好几炉子应该。然后呢，之前呢也拍了一些视频，呃，所以真假是难辨的。但是它下边啊，确实有不少啊，有3个视频是关于炒股的。那么这个一沾上炒股呢，就显得有点不正经了，是吧？但是他在这个所谓韩国的那个岛派论坛里边啊，他有他完整的这个烧制过程啊。他说我就是一根稻草啊，但我认为推理这翻译的是狗屁不通啊。他说我不是搞这专业的，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它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可能性。那么他是用怎么做的呢？他是用就是氧气焊枪直接把铅融化了，然后感觉到铅的蒸汽少了，开始冒泡的时候呢，他开始放入硫磺，然后再次煮沸等等。说起来挺吓人的，把铅都烧得冒泡。我不知道他戴没戴口罩，我得提醒一下这个韩国网友啊，可得注意安全啊！这个铅是重金属啊，是容易让人中毒的啊，起码或让你重金属超标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感兴趣的呢是他这几个视频啊，很好玩。我们看一下他拍的这几个视频啊。第一个视频呢，实际上就是他在磁铁上玩的这么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对吧？就跟之前我们看的那个其他的复线的网友啊做的差不多，但是它这颗粒还不小，这颗粒超过我估计长边有接近8、9毫米吧，能有，应该是5、6毫米见方这么个东西。显然呢是有一定的铁磁性啊，在这个永磁体上呢表现出了这个铁磁性的各种特征。这个呢没什么，那下一个视频还是比较有意思，我们看它下一个视频。下一个视频啊，他就把这个颗粒呢放到一个饮料吸管里边，应该吸管，放到这个永磁体上边，然后呢，他看到了某种程度的所谓的悬浮或者单点支撑，但是别忘了啊，大家不要被他这个给骗了，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它是有约束的，对吧？现在起来了，这个起来了，这个东西呢就很好玩，它这个不是悬浮啊，再看一下它这个起来的这个过程啊，在哪儿？在这儿哈，我们再播一下。好看看看啊，它稍微动了一下，然后它就起来了，它在跳动，就这儿。这个呢，其实它不是悬浮啊，但是因为什么呢？它仅靠着那个壁的啊，它是靠这个饮料管壁的摩擦力和它这个磁力和重力这么一个平衡啊。实际上呢，这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些现象啊是一致的啊。咱们可以用中学物理的知识来解释，呃，就是说，因为磁力线在磁铁表面分布是不均匀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磁铁边缘的这个磁力线密度大，这吸引力就强，所以呢，这个颗粒有向边缘移动的这个趋势，但是呢，管壁约束住它了，挡住它了，所以呢，它就紧贴着这一侧管壁，它和管壁之间有摩擦力，这个摩擦力和重力和吸引力就达成这么个平衡，它就短暂的悬浮了。但是你一旦有轻微的震动，它可能又脱离了这么一个短暂的稳定的状态。这是它第二个视频啊，比较好玩的地方。我们跟说的意思啊，我说就不是 LK9有那个意义上的半悬浮或者悬浮啊。第三个视频是这样的，它倒过来了，更好玩。你看，它把这管子倒过来这样拿着，你看倒过来以后呢，也表现出了某种的悬浮，是不是？也表现出了某种的这个悬浮。再看一下这个啊，很神奇吧？你看
上面能悬浮，下边也悬浮，这不就是磁头顶孔吗？不是的啊，它依然是有管壁的约束。这个透明饮料管让你看得清楚，其实它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摩擦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不是什么悬浮啊，也不是超导，它就是一个铁磁性物品的物理性质啊，因为就是它肯定是有磁性成分的，但里边呢也包含了很大颗粒的非磁性成分，就是它的磁化程度不是那么高，哎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它这个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嘛，它要往下坠，但是呢，引力就是磁铁对的吸力呢又往上走，然后呢再加上磁铁边缘更强的力，再加上管壁的摩擦力，哎，于是呢，它在这个磁场的梯度的这种力的作用下呢，就保持了这么个平衡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里边要不就是有铁磁性的，它确实烧出了铁磁性的东西；要不呢，这里边是可能还有含量铁或者铁元素。总归来说呢，如果不看成分是很难解释的，就跟我们那个微信群里边陈丁老师说的一样，你这个犯罪现场让周边的旁观者来看的话，各个的说法，但是你要是拿实证是吧？你最早期的合成材料是什么？然后你做了这个成分分析是什么？才能对这个事情的做最多判断。你比如现在它有没有可能也是超导呢？有，哎，很小的可能啊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位短线大神啊。即使是说它烧出了这个 LK99的某种程度的这个副线品，它也是表现出一定的铁磁性来，它并不是悬浮，甚至我觉得这个连半悬浮都算不上的啊，主要是因为这个管壁的约束，而没有这个管壁的约束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啊，它这就是像个小磁铁颗粒一样的啊，就是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看起来，你就把小的永磁体颗粒打碎了，它表现出就是这种性质啊。所以，在之前我们介绍过中山大学陈彦松博士和武汉大学那篇论文里面呢，对于这种铁磁性物质的受力，他们都有详细的分析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啊。这就是今天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小实验啊，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。这里是宋时新语啊，一个介绍科普的小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留言和转发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听、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